17、12。君宝，过几天寺里就要选武僧进达摩院了，你有没有信心啊？哎呀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随缘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可是要当少林寺第一武僧，要不然干嘛练铁头功？你现在敲第几块了17了。18。哦，你什么时候练了后脑都不告诉我？我还没练。这是发生在少林寺的一幕。师兄弟每日勤加练习功夫，只为进入传说中的达摩院。可其实君宝只是一个陪练，天性善良的他对名利看得很淡。天宝则不同，他被师父带上山时，独自在尘世颠沛流离了好几年，天生一副争强好胜的性格。虽然比君宝入门晚，但私底下却让他叫自己师兄。当年在打扫之余，天宝偷偷观看达摩院弟子练武，却意外被大师兄心宝撞见，不仅教训了两人一顿，还出言嘲讽他们这一房都是弱鸡。为此，两人求师父传授武功，立志成为寺里最强武僧，进入达摩院不再受人欺负。从那天起，天宝每天拉着君宝跟自己练功，再加上勤奋刻苦，两人功力不知不觉已相当深厚。而为了进入达摩院修习上乘武功，在选拔武僧前一天，天宝竟提前藏在角落，偷看达摩院首座的般若掌。第二天比武考核开始，按照规矩，比武亦在同门切磋点到为止。结果天宝却对上了心宝，两人打小就不对付，一开打就火药味十足。如今天宝已今非昔比，提壶功更是被他练得炉火纯青。心宝很快不敌，被摔趴在地，这让作为大师兄的他感觉没了面子，于是掏出胡椒粉迷住天宝视线后趁机偷袭。可饶是如此，心宝这个老六也没占到便宜，被天宝下意识的反击给踢倒在地。紧接着天宝不顾达摩院首座阻拦，下重手要把心宝打残。关键时刻，首座出手拦下天宝，训斥他太过心狠手辣，要将其赶出罗汉堂。君宝见状赶紧出来求情，并说出了心宝出阴招一事。可心宝是首座的大弟子，护犊子的首座根本不承认此事。一旁的天宝终于忍无可忍，破口大骂首座眼睛瞎了。见天宝敢这么当众顶撞自己，首座也不再废话，亲自动手打算废掉天宝武功，然后再将他赶出罗汉堂。几个回合下来，首座大开大合的攻击打得天宝只有招架的份，而眼看又一记杀招打来，情急之下，天宝使出偷学的般若掌。你为什么会般若掌？我就说你瞎了，偷学你武功都不知道。天宝，他是不小心看到的。给我抓住这两个孽徒，罗汉棍阵！心狠手辣也就罢了，现在又加一个偷学武功，就连求情的君宝也被视为同党。首座一声令下，师兄弟们纷纷弹出手中罗汉棍，饶是两人铜皮铁骨，一时间也被打得抱头躲地。很明显，今天不把两人武功废掉，难消首座心头之恨，而被动挨打，岂会是天宝的作风？于是拿起罗汉棍进行反击。打斗中，他发现同门踩在灯油上下盘不稳，赶紧让君宝打翻头顶油灯。等大量灯油落在地面上后，罗汉棍阵瞬间失去了优势，两人则在倒地同门身上来回移动，将还站着的人一个个打倒在地。也就在这时，师傅突然出现，拦下罗汉棍阵，将他们带到了后山小路。对于徒弟今天的所作所为，他没有开口怪罪，只是让两人赶紧离开少林，因为师傅他人微言轻，根本无力保全天宝两人平安无事。毕竟相比达摩院首座，师傅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僧，这就是没有后台的无奈。临行前，师傅担心天宝脾气暴躁急功近利，便给了他一本气功心法，帮助他到了俗世，遇见不公心浮气躁时静下心来。就这样，两人一路辗转来到了山下，由于太饿，便开始向路人化些斋饭。他们先找到街头卖艺的秋雪，可对方却反问他们有没有一个叫慕容白的男子，一个寻人一个寻食，双方自然都没得到想要的结果。这时，大街上有个恶霸在欺负路边小贩，路经此地的小冬瓜看不下去，趁机顺走恶霸钱包，谎称赔偿给了小贩夫妇。不过这一举动很快被恶霸发现，当即招呼兄弟教训小冬瓜。结果没想到，小冬瓜看起来柔柔弱弱，打起架来却异常灵活，很快便将恶霸几人给胖揍了一顿。谁知桌子的质量太差，导致他摔倒失去了优势。你给我起手，放不放？放啊！好。你们不要打他，要打我。打就打！哎，你是先打我的，我打！一旁天宝赶忙将小冬瓜扶起，第一次和异性接触的他，立即被其清秀容颜吸引，心底那颗爱情的种子逐渐发芽。场上打斗声引来了官兵，三人赶紧抄小路躲进街道，并且利用马尾伪装成契丹人摆脱了纠缠。没了危险之后，三人巧遇到大太监刘瑾和妹妹出行，所过之处，平民绕道，官兵开路。天宝立即被这种威风的气场吸引，表示他也要做这样的大官，就算当太监也未尝不可。也从这一刻起，天宝的心性开始发生变化，逐渐和好兄弟君宝走向了两个极端。随后三人来到饭店，天宝毫不犹豫便破了婚戒，美曰其名想要出名，就不能被戒律的条条框框羁绊。可君宝依旧坚守本心，没有素菜就干炫大白米饭。与此同时，刘瑾妹妹和丈夫来这里吃饭，光伺候她的手下就10几号人，当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可同样在这里吃饭的秋雪，却发现刘瑾丈夫竟是慕容白，是那个上京赶考一去不回她日夜思念的心上人。好
找一个千里寻夫啊。不过他已经不姓慕容，入赘我们家，跟我姓刘。男人都是贱货，谁能够给他风流快活、荣华富贵，他就会留在谁的身边。这么简单，你都不懂啊？见慕容白活得这么窝囊，如同一条狗一样没有尊严，秋雪也不再纠缠，留下当年定情之物，转身离开。可刘瑾妹妹却不愿善罢甘休，逐出手想给秋雪一点教训。不料她这点小拳脚，在秋雪眼中就是小把戏，自己站在桌上不动就能轻松拿捏。本以为对方会知难而退，结果刘瑾妹妹见没讨到便宜，像个疯狗似的一直纠缠。没有办法，秋雪果断出手将其打退。而自知不敌后，刘瑾妹妹又威胁慕容白去给自己出气。迫于压力，慕容白直接抡起板凳，不识抬举，走啊！一旁的君宝终于出手，毕竟在第一眼看到秋雪时就对她产生了好感，如今见她被砸得一阵眩晕，当即出重手打趴近身刘家随从，接着在外面支援赶到之前，抱着秋雪逃离客栈，并且在街上左拐右绕后，又兜兜转转返回了刚才客栈，玩了一手灯下黑。晚上睡觉时，天宝表示非常羡慕刘瑾的气派，发誓只要有机会就会抓住成为一个当官的人。君宝则无欲无求，很快进入了梦乡。而天刚微亮，两人被隔壁传来的动静惊醒，才发现这家客栈老板以及伙计竟是打家劫舍的飞贼。他们今晚盗取了刘瑾的不义之财，趁夜分发给了穷苦百姓。天亮后，两人看着悬赏的画像，天宝有些心动。可君宝听说刘瑾是这里的土皇帝，平日里作威作福，搜刮民脂民膏，如今有一群侠义之人和他作对，自然不能做通风报信之事。毕竟想糊口，两人还是有点本事的。1文钱任打一拳，要是教堂的话，那就赔3文钱。要是打死了呢，那就连命都赔给你了。那不是问题。